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能实验研究所。前几天，比亚迪刚刚公布了他们的全民智驾战略啊，10万到20万啊，低到7万9千8的车型啊，全部标配了天神之眼 C。但那个是一个目前只有高快领航功能的智驾。那很多朋友就想知道了，比亚迪的智驾如果在城区里面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马上给你安排。今天呢，就拿了一台 C9 GT， 它是有天神之眼 B 的，就是城区智驾功能的。开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C9 GT 的这个传感器方案首先它是用了2个激光雷达的，在腾势 C9 的那个工信部的申报里面是有一个单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放在哪里，但实际上上车是这样前方2个128线的激光雷达，然后摄像头方面呢是12个，这边呢是比较巧妙啊，你看它这一个后方摄像头是藏在这个地方，藏在这条虾线上面，所以这个还是挺好看的。毫米波雷达呢，它也是比较丰富，因为有些带激光雷达的智驾车型啊，它是采用了3毫米波雷达方案，但实际上 C9 GT 是5个的。就前方这里有一个负责远端的一个毫米波雷达，然后还有4个角雷达，就这里2个还有后面在翼子板这个地方，所以它就可以对侧后方的来车有一个更好的判断了。那当然还有12个超声波雷达，这个更多是用在自动泊车方面的。然后我们这台车买的比较早啊，所以车尾现在还没有天神之眼的那个标，回头看一下比亚迪腾势那边会不会送一个，不送的话我们上淘宝买一个去贴上去如果买，我是不是能买一个那个金标呢？最后智驾芯片方面，它采用了单片的 Orin X 跟天神之眼 A 的双片呢，算力是差了一半。那这个一半的算力在城区里面够不够用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一下的走这个还是电动车嘛，看一下，来算个计，优雅。好，我们现在把舞台交给腾势 C9 GT 天神之眼 B， 开始，激活了。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一镜到底测智驾的路线呢，是一条比较固定的路线。为什么说比较呢？因为春节之后这条路线本身它自己 OTA 了一点点，就前面那个路口有一点点变化，所以前方路口有可能它会走错道这是因为确实有点迷惑的，大家待会儿看就知道了。然后因为腾势这个地图的关系，它只能设3个途经点，但是按照我们这个路线要有4个途经点的，所以待会儿我会在接近第3个途经点的时候，我会手动弄一下它，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接管的数字出现就把它忽略吧。它是不是走？可以哇，牛逼！他懂得走这个正确路线厉害啊！好，来到我们这个固定路线的第1个路口了，是一个比较大角度的右拐。哇，幾絲滑可以真的稍微借了一点点对向车道这个可以理解的，因为刚才那个路口其实划线是不清晰的。这个 B 眼天神之眼 B。好，又一个大角度的右拐路口，他稍微让了一下那个电动车，对，但是他让的很好，而且他没有为了让那个车就占用了左边车道很好，过来了，非常棒比亚迪发布了他们这个全民智驾的这个大战略之后包括发布了这车型之后然后第2天就有某个本来智驾很厉害的品牌的高管就阴阳，就是说就反正他的意思说比亚迪的智驾是有用，但是他们家的智驾才是好用。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拿这个天神之眼 B 的腾势 C9 GT来给比亚迪自己证明一下，到底比亚迪的这个天神之眼是有用还是好用。好，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好，回到我们这个路线上面，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一条13公里长，然后有30个要考察路口的路线。路线的难度呢，我认为是相当高大家可以看完之后再评价一下。反正我们前面跟中间会有2段难度比较高的现在是回到了一个城市快速路的辅道上面。好，这个辅道呢是有限速的，所以现在它基本上是还是按照限速来走的，稍微的快一点点但这里是因为这条路其实不是很严格所以是 OK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我们还是看它在这里对一些电动车的绕行或者说对，要动一下方向盘好，然后大家可以在屏幕的左上角看到有4个数字，因为我们不想用1个数字来算接管数，所以就把它分成了4个级别。好，我们先回到这个路线上面，前面是一个右拐的路口，是我们的3号路口，这里就从大路进小路了。这个路口呢，对于很多智驾系统来说都是比较大的挑战因为马上就会从有划线的很好的大路转到一条
大家可以看到了，是一条乱七八糟的小路，又没有划线，然后又有临停的车辆，哇，但是很好哦，很好哦。Z9 GT 它基本上很丝滑的就过来了，好，然后这里又是一个，这个就我手机飞了，哈哈，刚才因为它没有提前去减速，所以我就手动介入了，是有疑似安全接管了。你踩噶？我踩的，因为刚才即使我不踩再往后的话，它一定要急刹才能避免跟那个车碰撞了。所以刚才那一下是预判的不够，有一个安全介入，然后现在我们又启动了它的领航了，过这个隧道，过这个暗光的隧道很好，速度也很快。然后前方有一个窄路口，哇！这个呢也是安全接管，但这个就是怎么说呢？那两个人是属于鬼探头。好，反正我们继续激活它啊。好，然后前方呢有一台公交车临停在这里，它好像是坏了，我看一下，现在左边的这个路口是应该够过的。大巴走了，我还想考一下看看它 Z9 GT 这个窄路通行能力怎么样呢？好，然后现在是为什么？现在是 ACC 状态，难怪是没有激活到领航的我还想看一下它能不能过，我看能不能激活它，激活，可以激活它，看一下它能不能过这个闸机。冲啊！它是不能的，它应该是识别不了这个闸机的。好，我们继续启动城市领航。好。通过了这个闸机之后呢，就来到一个村庄道路。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闸机是一个非常高的难点，因为它不是在停车场的路口，所以就是很考验智驾系统它对这种在不应该出现一个闸机的地方出现一个闸机它的判断。但看来好像这个天神之眼 B 是没有判断出来那里是一个闸机。但确实，我开过很多车型，其实对这种闸机的判断难度在哪里呢？是它在显示器里面，或者说它在激光雷达里面，在它的感知系统里面是一个很小的物体，确实是很难感知到的。好，前面我们又来到一个出村口的闸机了，然后看一下，再给它一次机会啊！1、2、3、4、6，我没有踩，它判断出来了，这回是它判断出来了。但是刹的都挺急的哦。对，很急，而且为什么他怎么不就走了？好，我们继续看一下一个 T 字路口一个没有交通灯的 T 字路口，两边都有车出来了。好，他抓紧时间马上通过了，没有犹豫。刚才过那个闸机其实是挺好的，所以有可能我们进村口的闸机是因为那个地方是路面还有很多跟那个闸机的台杆跟那个杆一样颜色的减速带，所以有可能在它的视觉感知系统里面是被迷惑了，然后出村口的时候整个画面是干净一点，它就能感知出来了。反正就是两个闸机通过一个，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好，我们又回到路上这条路呢就是一个划线不清晰，然后路边有很多临停车辆的但天神之眼 B 它很好的，它知道那些车辆是临停的，就完全不会去靠近或者说等待他们，走在自己的路上这里一直在提醒我要手扶方向。好，它刚才显示了一下，这里有个很有意思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 SR 界面上面，它对这种电动助力车它显示是一个自行车，而且它显示自行车还显示那个人两只脚在踩自行车的动画。D9唔係都有咩？对，就是我们上回试 D9 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这是比亚迪它整套天神之眼 SR 渲染的都是这样吧。好，我们右拐过来这个右拐的路口难点就是刚才右边有很多临停的车辆但完全没有干扰到天神之眼 B 然后它就回到我们这一段路，就离开了那些高难度的小路，回到一段城市的正常的道路上面。那一段高难度的小路呢，其实更多是考验一下一套智驾系统它的能力上限在哪里。其实我是不大建议大家在刚才那种路况上面使用智驾系统的，因为你在那种路况上面是一定要把你的精神全神贯注的放在路面上面，一旦有什么状况就要介入的，那其实可能比自己开车还累。但是像这种道路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鼓励大家也一定会用到自驾的一个道路，因为它比较的
好，比较规则的一个道路。好，我们通过一个路口完全没有问题，它跟前车的距离跟速度都保持得很好。然后前面会有一个没有灯号的路口它很聪明哦，它选择了中间这个车道因为走两边车道有可能有这种鬼探头啊。好，我们前方有个拐右，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要拐右了，所以就靠右走了。靠右走，我们这里看一下，他有一个避让的动作，这还挺好的。因为刚才右边有行人所以他有一个稍微靠左一点点避让的动作，绕过行人之后又回到他该走的这个车道上面了。这里就来到一个右转的路口，这个路口没有难度，但难度是在后面的这个隔离带，看一下它会不会被隔离带给迷惑到。好，我们这里拐过来了，左后方会有些来车的，他现在把车速39 GT 把车速降下来了然后确定了自己安全之后呢，他就走出来。咦，好像是没有被迷惑到哦，挺好的哦。我们之前试过有些车型或者说有些自驾的版本，它就会怼到他在让这台车，这台车也在，你到底走不走？好吧，做咩佢鬧你唔知佢講咩，佢可能講恭喜發財對，有些車型會被那個隔離帶給迷惑到，在到它前面才會有動作的，但是39 GT 沒有，但是呢，它就跟剛才那個電動車就有點溝通上的困難那個電動車也不知道他想幹嘛，他又不知道那個電動車想幹嘛但是還是在一句恭喜發財之後，還是通過了好，前方我們會來到下一個難點，就是一個帶控制燈號的掉頭。那看一下天神之眼 B 有没有？他已经提醒我即将要退出了。看来他是不具备自主掉头的能力但是我还是不管不行了，他已经退出了。好吧，那退出这一段就只能我来了他就降级了。所以大家现在在左上角会看到我们第三行第三行叫做降级，或者说是不按导航走。这个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明明导航显示，比如说要拐右，但是车辆或者说系统它是直走了就不按导航走。那有些呢像这种情况，它就会降级，或者说提前告诉我它退出了，就不单是降到 LCC， 是直接降到没有自驾的状态了。那所以这个都算到我们第三档。其实这4档呢，可以说是按照一个自驾系统的能力给它排序的。最上面那2个包括这个效率共驾还有效率接管，这2个其实更多是跟环境有关系的。就比如说路面上面比较窄或者说比较混乱的时候，那有些自驾系统呢它不会退出，但它会很慢或者停下来，那这个时候我踩一下油门就帮它快速通过，那这个叫效率共驾。然后呢，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交替通行的状况，如果我不管的话呢，就跟对向来车可能会顶流，那这种状况我就会提前接管，这个是纯粹出于效率的考虑的这个跟自驾系统的能力有关系，但不是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效率接管。然后第3个呢就降级，就刚才这个了。好，我们掉头过来之后呢，就继续激活自驾。好，前方有一个我们设置的途经点这个车因为90度出来，可能就吓了一跳，就稍微减一点速。前方这个途经点有可能会让车的行驶轨迹或者速度有点影响但这一个我们就忽略它，就即使有影响，我也不会把它算到我们的那个计算里面的。果然是有影响的。对，因为为了让我们的车辆走一条固定路线这个不是画龙是他想靠近那个途经点，然后是判断不走了，然后他又出来了。好，因为我们想让每一台车都尽量走一条固定的路线，去看一下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版本的自驾系统之间的性能差异，所以就会设置了几个途经点。然后有些车型对途经点是很敏感的，是一定要过去的；有些车型呢就不大敏感的。那所以一定要说明一下。好，这里有个左拐，今天很它就是这个跟我们之前那个天神之眼 A 的腾势一样我刚才是接管了一下，所以现在要把它重新激活。对，上回我们开仰望 U8 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情况。现在自适应城市领航，我们重新激活它。对刚才有一个安全接管，因为它如果我不管它，它就要压实线了，有违章了
看来天神之眼 B 跟天神之眼 A 的软件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在刚才那个地方大家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好，这个鬼探头的路口啊，它减速了。哇，我刚才真的有点压力，因为明明看到这个小孩出来了。好，但 OK 的啊，它减速了啊，而且停下来是礼让行人啊。对，说起礼让行人，我觉得这个是天神之眼的一个共性。我们之前测过腾势 D9， 测过仰望的那个 U8， 然后在深圳、在广州都测过，然后都会发现它都有礼让行人的这个行为，这还挺好的，点赞啊，这个点赞。好。说回这个腾势这个天神之眼啊，比亚迪的天神之眼，现在因为之前比亚迪是按照它的自驾系统的算力给天神之眼给它的那个当时叫 D-Pilot 给它分级的，所以会有 D-Pilot 30、D-Pilot 60、D-Pilot 100，然后 D-Pilot 300、D-Pilot 600，甚至未来计划中有个 D-Pilot 1000，那就会有点乱。而现在呢，在全民智驾的这个发布会之后，比亚迪把它梳理了一下。目前来说是3个级别。那在全民智驾的，就是10到20万的，最便宜79900、79800的这个车型上面搭载的是天神之眼 C， 那它是一套没有激光雷达的就靠摄像头还有靠后面波雷达来达成智驾的系统。那对应的其实是以前的 D-Pilot 100，因为在天神之眼 C 上面用到的是大概80几个 TOPS 算力的芯片，首批车型是用84个 TOPS 的Orin-N 英伟达的 Orin-N， 然后往后呢，有可能因为比亚迪的量太大了，光英伟达一家可能供应不了上那么多芯片，所以往后有可能它会用到地平线的 J6M 但这2个芯片的算力是差不多的，而且比亚迪做了一件很牛逼的事情是什么？它是可以切换芯片的，这在别家的智驾系统里面。目前我还没看到有哪家是可以这样做的比亚迪因为它自己生产它的智驾域，所以在这个智驾域里面的芯片它是可以做切换的，包括软件上面也是没有影响的这是技术上挺牛的一个细节好，然后另外天神之眼 B 就是我们现在这台腾势 Z9 GT 的用到的这个智驾的名称了，但其实天神之眼 B 里面可能还有分的，因为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天神之眼 B 会有一个单激光雷达跟双激光雷达有2个版本的所以有可能比亚迪是暂时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接受他们这一套天神之眼的智驾系统，会把它就先不细分，但往后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更进一步的整合或者统一吧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这台Z9 GT 的智驾系统就叫天神之眼 B 了但是呢，我们这台车因为买的比较早所以它的车尾是没有贴标的回头是不是要上淘宝买一个30块的标给贴上？好，我们就很顺利的通过刚才几个路口都毫无波澜然后就来到这条路上面，这里会有一个途经点了看一下这个途经点有没有影响看来是应该没有影响了 ，OK 了通过了现在还是正式领航中。那一段路呢，就是会有一些电动车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就看一下它对电动车的这个距离其实有一点点极限，但是会比较符合乘客的就预期。因为有时候呢，基于安全，我们是可以接受你当然离那个电动车越远越好，或者是跟着它不要超车是最安全的。但这样子呢，无论乘客也好，或者说驾驶者也好，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还不走就是人因为自己开车，我能判断那个边界在哪里，我会更极限一点。但是用自驾系统的时候呢，不能判断，所以这个边界其实各个品牌现在都在摸这个边界，是怎么样能做到既高效，然后又让大家觉得安全，所以这个边界还是挺难拿捏的。在最近呢，我就发现小鹏他们在新版本上面呢，就会又偏向安全保守多一点但现在我们看来，从刚才那个表现看呢，就这套天神之眼 B 呢，它还是会偏向于效率多一点点。所以这个可能每家会在风格上面有点不一样，但这个跟性能关系不大，主要是风格了。性能的话，我们就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些很离谱的那个错误就行了。好，这里这个路口的难点呢，就在于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小环岛，所以呢
地图显示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其实自驾系统它不是完全按照地图的路线去行走的，它会自己按照现在的状况去算一个轨迹出来，所以有可能呢，它会从左边直接绕过去环岛，但这样是不对的。如果它这样做，我就会干预了。正确的走法应该是像地图显示这样子，我们要逆时针的从右边绕过去。好，看一下啊，它识别出来绿灯了，然后呢，果然它就走左边了。这个不好意思，我一定要介入了。逆行了，逆行了。我们还是要遵章守法啊，做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公民。好，我们这边继续启动它，它也告诉我可以启动了。然后这边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一条老路，这条老路呢会有很多，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有很多临停的车辆，然后路面的划线是很不清晰的然后路也很窄，还会有混行的机非混行的状况。你看前面有人又有这个电动车啊。好，看一下，其实这里还好。OK， 都挺丝滑的通过了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下一个难点了。下一个难点就是从这里会有一个，这条蓝色的路线是一条因为前方施工临时改道的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其实还是蛮有难度的。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它能不能进去，正确的进去这个小路？左转，转不转呢？转不转呢？它不转的，所以这里我要。是因为地图？不，地图是正确的，就不知道，因为我们之前有些车型是会这个路口是不能左转的，是识别不了的。然后我们继续启动它。对，我们其实走这个路线的目的就是要看一下这些系统现在的能力边界啊。顺便说一下，今天是2025年的2月12号，对，元宵节，还是祝大家新年好啊！祝大家阖家安康，甜甜蜜蜜好，再看一下，来到这一段临时修的小路，哇，有点贴对，有点贴，但是问题不大。喂，但是刚才一开始那个隧道它新修的，它都知道要走右边，这个这么久了，这个地方它不知道，它这个逻辑就很难想。都很难说，尤其现在的自驾多多少少会有些端到端的介入啊。好，这个路口因为今天没有车，我就不管它了。其实它不应该贴左边走的。好，这里呢就到我们的终点了，所以我这里要把它先停下来，设一下我们下一个地方。我先退出先，这里我要先停一下了。我们要，我们去前面停一下吧，前面找个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一段就不会算入接管的。因为它的途经点不够，它只有3个。对，它只有3个途经点。我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对，就这个门口接它的地方稍微停一下。我们把这个车位先设好。我们要去大家前任总部，然后看一下这个路线，不是，我们要走这条路线，对。好，继续。顺便，我还是想吐槽一下这个流媒体后视镜，真的不习惯。好，刚才先启动支架，好，把舞台又交回去给Z9 GT， 交回给天神之眼 B。好，其实我们之前在这条路线上面是测过很多车型了，那所以大家如果想比较一下Z9 GT 或者说天神之眼 B 跟别的车型、别的系统的性能差异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但老实说我不是太建议大家这样子拿我们不同车型的视频，虽然是同一条路线，但是这样子比较是有点不太严谨的，因为这辆系统它很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说这条路有没有车多不多，比如说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会不会刚好有台车出来，就很受这个环境影响的。那马上有台车出来了。然后就你看就影响了。它是不是第一台这么走的车？不是第一台，不是第一台，不是一台，好像 U8 也是这样，我记得 U8 也是这样走的，但刚才有可能是被那个车影响了，就本来想拐左，然后那如果你倒后一点再试一次，没必要了。下一个路口也是一样的，看下一个路口能不能拐过去，它下一个也是一个90度的路口。对，所以你有时候就光看1-2个路口的表现去说这个系统比那个系统差或者好啊，这个就真的不大
能不能启动呢？哎，不行，我现在是 ACC 状态，现在还不能，是不是因为这条路不能用城市领航呢？好像是哦，所以这里我们只能手动通过了，这里就等于是降级了。哦，回头真的要看一下，看一下录像，看看刚才那个路口是因为降级还是怎么样？可以看了，现在不可以吧？可以，他刚才弹了一个出来，啊，可以了。不，自适应巡航 ACC 啊，现在是。哦，对啊，不行啊，现在还不行。它可以用的，它弹了一下又没有了。对啊，刚才就是嘛，所以我才跟你讲。但是它又没有了。那现在又可以了。开吗？开了，可以了。好，回来了。回头我们看一下录像，看看刚才到底是降级了，还是说那个路口被车干扰了，还是他自己处理不来。我们就回去看一下。所以我们做一镜到底车支架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啊，我们是把整个自驾的过程给它一刀不剪的保留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自驾系统在这种比较难的、比较高难度的路线上面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就我们不会说加油添醋，也不会说筛选一些它好的或者不好的镜头剪在一起，让大家觉得这套系统它是很好或者很不好，这样子这样没意义嘛。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很客观的看到一个自驾系统它当前的表现是什么样。那当然了，因为现在各个品牌对于这种自驾系统的升级是很积极的，所以如果这个版本你觉得它不好，也不要一刀砍死它有可能在下一个版本它会有改善的。那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看一下第一个当然它现在的表现怎么样了。为什么要让我接管呢？没事还是领航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动方向盘吗？好吧。对，我们除了看它当前的表现，其实也要看一下每一个品牌它对自驾系统的重视程度，就是它有一些表现不够好的地方，它会不会很快的把它修正，把它升级。那如果它的态度很积极，而且能力也很强，可以很快的把它的错误或者说不足给补回来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系统，很好的品牌嘛，是不是？但是如果明明有问题，但是可能2-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都没有解决的话，那这个自驾系统至少你现在买车你就不要考虑它了，是不是？好，我们又回到这个路上我们已经跑完了高难度的路线，然后接下来呢会来到一段城市快速路因为城市快速路其实是目前自驾系统最常用的一个场景，包括天神之眼 C 它现在公布出来的能力也是这种城市快速路还有高速公路的自驾城市自驾天神之眼 C 是没有的。当然这台因为是天神之眼 B 它是有城市自驾的，所以刚才那个路线呢目前所有天神之眼 C 的车型都跑不了，因为刚才那个路线有很多是城市里面的，而且是村庄里面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带城区领航的车型它在高快领航上面的表现会怎么样。那你看比亚迪是比较老实的，它会告诉你现在是高快领航其实有很多品牌呢它的高快领航跟城市领航是2套系统。当然你不用去切换，它自己会切换的，但是有很多品牌它是不会告诉你就他好像不大想别人知道它是分2套系统。但是我觉得无所谓的，因为对于我们用户来说，我管你是2套系统还是10套系统，反正我好用就行了嘛。你不要让我去切换，你自动切换就行了嘛所以我这个倒无所谓的。好，我们看一下它高快领航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高快领航就是不要做多余的动作就好了，我觉得。当然还有一个要看的就是它会不会对一些慢车发起绕行但这个也要看条件的。就比如说现在前面的车是有一点点慢的，我们的时速是没达到这条路限速80的，是有点慢的。但因为是长时线，而且马上我们要从右边出去了，那所以现在它不对前车发起绕行呢也是可以理解的。看一下然后有时候呢在快速路上面会有一些比如说环卫工人他对这个路面的这个绿化带要进行施工保养什么的，会有一些临时的桩桶水膏桶放在这里然后这个系统会不会绕行，这个也是我们看高快领航的一个点。好，这里因为我们要走右边匝道出去了，所以它提早变道了好，这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就是前面的慢车它一直没有绕过去
这个也是一个风格的问题了，因为一般来说呢，判断慢车的绕行会有一个条件的，就是前车的速度比我设定的速度要低多少就会绕行。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这个绕行发起的频率，这个其实是基本上各家的智驾系统都不会公布的，但实际上它是有这样一个性能，就是说现在每个智驾系统它发起一次绕行之后，它会再间隔一段时间再发起下一个绕行的，然后这个间隔时间是越短越好。这个间隔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玩王者，你放完大招之后会有一个 cooldown， 有个 CD 就是这个绕行的发起间隔时间越短，就等于你的 CD 的时间越短。那当然越短越好嘛，就最好是0 CD 嘛，是不是？但这个值呢，各家都没有公布啊，所以这个就要靠我们平常去用的时候去观察了。但是因为为了让大家不要用太多时间了，所以我们这条路线的设计呢，其实是没有把高快的这一段路设计很长的，所以刚才大概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基本上不大能看出来这一个绕行发起的间隔的值啊，所以这个只能说我们有机会做一些更长的测试的时候，或者说平常我们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些智能车说的对话节目啊，平常我会在微博上面分享一些我对这种各家智驾系统的体验的感觉啊，我会在别的一些场合上面去把这些零零散散的一些信息分享给大家，在一镜到底这里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如果我要能看出来每台车这个值是多少的话，那其实至少你得跑个20分钟的高快的场景才有机会看出来的这个不大实际就如果把这个视频放出来，大家会看得很闷的。好，这个路口我们就看一下，首先这个红灯起步的速度控制好不好，然后呢这个路口其实也是有点迷惑的，看一下它的路线的选择好，我们就起步了。起步的速度没有问题，跟旁边的车，其实我们看这些他的动作就看他跟真人司机的对比就知道了。你看我们现在比那个真人司机还快了一点点的会有些朋友在我的微博上面经常说就是说自驾不好很多人用了自驾之后在路上面就变成了移动路障不一定的，真的不一定的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自驾系统它真的会顶着限速来走，它不会说走得特别慢，反而是现在很多真人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会分心看手机或者是发呆吧，反正很多原因吧，你会发现有很多龟速行驶的车辆其实不是自驾系统在开，是人在开。所以我觉得自驾普及之后，其实对于道路的通行效率是有帮助的不扯那些了，我们回来这里再看一下首先看一下这个停车的距离我觉得跟前车的距离其实是有一点点远的，如果能更靠近一点就更好，因为现在这个距离如果因为这里有实线就没有关系了，如果是在虚线的地方，这个距离可能会让旁边或者说会告诉旁边的车你是可以塞进来的，因为这里足足有大半个车位了希望比亚迪在下一个版本的先人之眼上面可以把这种红灯停车的距离给稍微缩短一点这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待会儿在起步之后呢，在下一个路口会有一个3条车道并2条车道吧，因为最左车道是一个掉头车道的，然后看一下待会儿跟旁边几台车的这个博弈的情况，然后在这条路的末端还会有一个掉头的，但是刚才那个掉头都不行，我估计这一个也是不行的。好，起步的速度没有问题。好的，然后现在它想向右变道了，对，已经想向右变道了。前方又是一个红灯，它好像，我感觉它好像是稍微控制一下车速，让自己可以不用在红灯前停下来。好，那这一段能看出来呢，它的车速又比一般的真人司机要慢一点了。有可能是那个路口稍微有点复杂，但到这里它又提速了，开始提速了。好，再看一下这边可能是因为右边的车它突然有点减速，然后现在左边这个电动车你怎么办呢？
它又回到中间车道去远远的避开它了。好，这个灯已经在倒数了，会不会加点速？没有加速的，它还是按照原来的速度通过了。然后前方呢就会到一个掉头，就是我们这一段13公里长30个路口的路线的最后一个观察的路口了提前接管了应该还是不行的。所以这个版本的天神 GMB 虽然硬件上面是很丰富，但是它还不具备自主掉头的能力。这个能力其实对于自驾系统来说挺难的。好，它已经降级到 LCC 了，所以我要接管了。最后一个路口就有一个接管有一个降级，然后我就自己通过了。好，通过之后，那我们今天这个一镜到底测支架，对于天神 GMB 还有腾势 C9 GT 的这个测试这个体验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天神 GMB 目前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属于可以用还是属于好用呢？把你的感觉可以打在公屏上面那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它是介乎两者之间吧。你说它不好用吗？也不至于，但是确实还没到第一梯队的那种那么成熟的感觉。它还是比如说能力上面还是有点不足然后有些时候呢处理也不是那么到位。但大体上来说，我觉得对于比亚迪这个刚刚进入到自驾的品牌来说，其实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不错了所以往后还是看一下比亚迪的自驾团队他们对于这一个系统它的升级的速度还有升级的幅度有多大。好，最后我们顺便来个加插呢，就是看看它的自动泊车这边在仪表这里已经是显示了它找到车位了，但是我不能在儀表這邊直接去未到終點啊？對，唔係嗰個終點冇關係嘅，我自動泊車還是要在這裡按一下對，然後這邊我可以選車位的它還有代客泊車的，這個就是鎖車自動泊入了，但這個我們就不用了，我們還是用這個傳統的，我就選擇其實都一樣了，選擇這個吧。好，泊車開始，好看一下，旁邊有個電動車，所以它讓了一下，好就開始了。誒，你幹嘛？你幹嘛？他又選擇先向後一點點。該熏吧？對，可能在計算。他是想一手進去是吧？好像是的，好像想一手進去的。比亞迪的自動泊車老實說是做得不錯的，但是你放在 C9 GT 這個價位的車上面呢，那我覺得自動泊車這個功能就沒有什麼驚喜了，就是你都賣這個錢了，你是應該做得好的。但是其實真正驚喜的地方是天神 GMC 的車型的自動泊車能力其實跟天神 GMB 是差不多的，而且功能上也有，它那個大客泊車現在天神 GMC 也有了，包括自定義車位包括這種就各種斜的、橫的、直的這些自動泊車它都有好，泊車已完成，還是比較保守的。你看後面其實還是有一個給大家看一下，你看後面還有挺多空間的，還有68個厘米，對，車頭還懟了很多出去，但是因為後面有些草，這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看到這裡才是對，這裡才頂到那個草，所以它還是比較保守的。好，天神 GMB 的騰勢 C9 GT 的一鏡到底測試架到這裡了，大家覺得怎麼樣呢？測試不易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一下我們智能研究所，還有一鍵3連，謝謝大家。大家如果想知道別的什麼車型的自駕表現怎麼樣的話呢，歡迎在評論區或者彈幕告訴我，我會盡快給大家安排的。我們下回再見了，拜拜。